By the light of the silvery moon， 是谁把一轮明月悬挂？穿越时光，褪去一身繁华。谁在心里，谁在梦里把你牵挂 ？By the light of the silvery moon， 是谁把星星都变烟花？透过窗纱，缘分正在发芽。我在心里，我在梦里，把你牵挂。在月华之下，有些爱不用惊讶，有些事不用解答，让岁月发挥它的魔法。爱就是那似曾相识，有未知眼神会真的才潇洒，所以就乘着月华，把心事都放下，写成手札，守好它。谁才是你心里的牵挂？让世界来回答，别说谎。By the light of the silvery moon。哎，哇！阿公、大伯，你们回来啦！啊，爸，老妈坟墓搬迁的事处理好了吗？哎呀，我们已经把老公老妈的骨灰安排在一起，然后安置在骨灰塔，让他们团圆了。你们奔波了几天，应该累了吧？哎呀，人老了，体力不如前，真的有点累。阿公，我帮你捶捶背。哎呀，怎么啦？没事啊，可能昨天晚上睡不好。你先回房休息吧，吃饭的时候再叫你。我一直把春仙当成老妈，没有想到原来绝慧才是老妈。连大喜啊，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竟然连自己老妈是谁都搞不清楚。哎呀，老公最后不会真的跟春仙结婚吧？如果真的结婚的话，那连家历史不是要改写？那还会有我们这些子孙吗？哎，不可以这样的啦！我没有，我没有，你根本就是在憋屈。什么憋屈？我又没有吹他倒。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在吵什么啊？大伯，我的剪刀还没拿出来，妹妹就一直动我的手。我没有，本来就要倒的。哪里可以这样？一样就是在憋屈。对，只要积木不倒，就是安全的。不要动我的手。既然我们大家都好好的，就表示事情没有被我影响到啊。如果老妈真的换了人，我们应该早就不在这里了。可能我回来之后，雪根最后还是跟绝慧在一起。肯定是这样子了。大伯，你在说什么？没什么，你做得好，不可以让这警察倒，懂不懂？连家的未来靠你们两个了 ，OK？ 哎，不要动我的手啊！饼干倒了，你输了。对了，阿公，高祖母长什么样子的？你想看啊？嗯，我在连家这么久，也不知道老妈长得什么样了。这一次大喜刚好有拍到你们老妈墓碑上的照片，我给你们看一下哈。啊，这就是你们老妈。好吧，不打扰你们了，拜拜。你跟他很熟哦。就见过几次面了，而且他是我书迷，所以就聊多几句了。是哦。再说他跟老妈真的长得很像。老公，刚才你不是很累吗？为什么不要休息一下？现在精神比较好一点了。老公，那天我们去买冷气，看到那个炉呢，你说它长得像老妈，
可是我看老爸手机里的照片一点都不像啊。像啊，我真的觉得很像啊。可能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所以你觉得不像啊。你看他们的肤色啊、脸神啊，都……你到底跟他见过几次面？为什么我觉得他对你很热情？什么热情？你不要疑神疑鬼啦。我只是问而已嘛，哪里有疑神疑鬼？我知道，我不想让你胡思乱想啊。我看你是心里有鬼，才觉得我胡思乱想。都说没有啦，老婆，我是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好不好？干嘛？肚子痛啊？宝宝刚踢了我一下。你看是不是？快点躺下来。你现在怀着2个孩子啊，不要动不动就胡思乱想，影响心情，好不好 ？OK 吗？没事了。倒沙边、昂姑贵，你们2个要听话哦，不可以踢妈咪，不可以欺负妈咪，懂不懂？啊？真的没事啊？应该真的没事吧？我都回来这么久了，也不见得有什么改变。大家都还好好的吗？哎，大喜哥，好了。啊，哇，大喜哥，你这款怀表还挺复古的，现在都很少看到这种款式。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纪念品，可以走了。嗯。喂。喂，什么事情啊？你慢慢说。哦，好，你在哪间医院呢？我现在过来吧。好，我现在过来。青山，不好意思啊，我一个朋友有点急事，我要去帮他，货就由你送了，好不好？啊。哎，有什么事情打给我啊？啊。大喜，什么事情？我们边走边谈吧。到底什么事情啊？找得我那么急。我妈癌症又复发，情况不是很好。之前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这样子？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今天叫你来，是希望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可以假扮我的男朋友吗？你要我怎么办呢？我结了婚，然后我老婆……自从你来我们的家帮我们抓壁虎之后，我妈真的很喜欢你，希望我们可以在一起。我只想完成她的心愿。我是大喜。医生说，我妈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叫我们要有心理准备。求求你了。哦 ，OK， 我帮你。现在。大喜来看你了。安迪，来看你了。露娜，以后就拜托你了，帮我好
好照顾他。我知道，你放心，我会照顾他的，不会让人欺负他啊。是啊，不要想那么多，好好休息啊。我想，我看不到你们结婚。说什么啊？我们都要注册结婚了，你好起来可以当我们证婚人啊。恐怕来不及。什么不行？你都没努力好起来，怎么知道不行？不是一直很希望我可以找个好归宿吗？我现在找到了。所以你要好起来，好好的看着我过幸福美满的生活。不准你离开，不要丢下我一个人，知道吗？刚才谢谢你了。不客气。我跟我妈斗嘴斗了这么多年，如果她走了，我应该会很寂寞吧？都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我会这样对她。为了一个不爱我的男人，自暴自弃，跑去卡拉 OK 工作，让我妈伤心难过，还从家里搬走了。结果她生病了，我都不知道。希望你不要介意我这么说。其实你很在乎你妈妈。那又怎样？现在我想对她好都来不及了。哎，双喜，哎，陈冲，今天怎么那么有空啊？是啊，我和客户吃饭，他说想买些传统糕饼，我就马上想到你这了。啊，谢谢你啊！哎，你好，你好，你好，这位是台湾茶庄的季老板，这位是喜记饼家的连老板。听说喜记的饼在新加坡很有名，连老板，你有什么好介绍？我们喜记呢最受顾客欢迎的是豆沙饼，那贡糖呢也卖得挺好的。哎，我们坐下来谈吧。好啊。小珍啊，帮我准备一些豆沙饼。来，请。刚才我听你说季老板是你的客户，他也在越南设厂。是啊，之前季老板找我在越南帮他投资设厂，这次来新加坡是为了和代理商谈代理权的事情。哎，山中，你怎么来了？哎，青山，啊，季老板，这位是青山，是喜记的做饼师傅。季老板你好。你好。我先去做事了，不妨碍你们说话。这次呢，真是多亏山冲在越南认识很多政府部门的人，我的茶才得到政府的认证，在越南销售呢。是
谢谢。是啊，只要得到当地政府的认证，就能在各个旅游区和机场售卖，知名度很快就能打响。新加坡已经是我在亚洲第3个代理商了，泰国和香港很早就有了。来，雷老板，这是我在越南制造的茶叶，你可以试试看。啊，哎，你们喜记不是有一家分店正尝试把潮州糕点和饮茶文化融合在一起吗？是啊，现在的人呢，在喝咖啡的时候啊，都喜欢配上一块蛋糕，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顾客在吃豆沙饼的时候呢，也配上一杯清香的中国茶，那就别有一番风味了。哎，那就对啦，你可以找季老板合作啊。那好啊，林老板，你尝试之后，如果喜欢我的茶叶的话，我可以开一个好价钱给你啊。真的，那就先谢谢你了。季老板除了茶叶生意之外，在越南还经营很多家泡泡茶连锁店，还售卖各种跟茶有关的食品。没想到季老板的生意做得那么大，没有山冲的帮忙，也不可能这么顺利啊。在越南设厂需要什么条件？哎，你有兴趣啊？我们约个时间，我再详细跟你解释。好啊。爸，你觉得怎么样？不错，茶香四溢，饮后回甘，算是好茶。请上，你觉得怎么样？我不太懂得品茶，不过我觉得这茶还挺好喝的。这是不是上次那个季老板送来的茶叶？没错，我正打算呢跟他订一批茶叶，放在我们的旗舰店，让顾客试试看反应。这个季老板我认识的吗？季老板就是上次山冲带来我们店里买饼的时候认识的。哦，就是那个越南商人，专门帮人家在越南投资市场的。是啊，永叔，他叫做栾山冲。山冲这个人挺有本事的，我查过了，有很多投资商呢都透过他到越南设厂，而且生意啊越做越大，越来越多元化。你想到越南设厂？爸，我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可以让喜记走出新加坡，迈向国际舞台的第一步。可是你没有想过出国投资的风险啊？我当然知道，山冲在越南政府部门里呢非常有人脉，只要他愿意帮忙，我们就可以省掉很多的麻烦事，还可以将风险降到最低。青山，你有什么意见呢？做生意我不是很在行，我只会做饼。不过如果喜记真的能够国际化的话，我是绝对赞同的。投资市场需要一笔资金，我看你最好回去跟施妮了解一下，看看我们手头上还有多少可以流动的资金。如果我们手头上流动的资金不够的话，我想我们可以将喜记抵押给银行申请贷款。那太冒险了吧？爸，只要一切顺利，不出3年就可以回本。我看这样吧，你先过去跟山冲了解一下，在越南投资市场它的过程跟方式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来跟他配合一下，看看怎么运作。回来之后我们再好好商量。好的，我马上和山冲约个时间。工厂的地点呢已经看好了，相当的不错。不过这次到越南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很多越南的政府官员。山冲说，只要打开门路，那喜记要在越南打开市场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如果在那里没有熟人，我就觉得很冒险。但是在越南有山冲帮忙打点一切，我相信风险能够减少1半以上。那买工厂的定金你下了没有啊？已经安排好了，现在只需要等到银行贷款批下来，就可以开始装修工厂了。那做饼的机器呢？机器那方面呢，由山冲来负责，因为他在越南那里比较熟，门路也比较多，所以机器一到，我们负责给钱就行了。我们喜记这一次可以说是遇到贵人了。是啊，这次啊真是多亏了青山，我们才有机会认识山冲的。老公，爸，哎，大嫂，中海这里啊，不在家里休息，在家里待着无聊，就来跟你走走。坐下坐下。永叔，不好意思，我有急事必须要出去一下。什么事情这么急啊？我朋友出事了，我得马上过去。那快点去吧，小心啊！啊，好。你朋友的事情怎么样啦？
总算解决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他老婆闹自杀。这么严重？他老婆最近怀孕了，所以变得特别敏感。而我朋友最近又跟一个女的走得特别靠近，所以他老婆就怀疑他背着自己在外面偷吃。那是你的朋友老婆想太多，还是你朋友真的有出轨？对了，到底有没有？男人嘛，难免会有一时糊涂的时候。不过我在想，如果不是那个女的主动勾引他，他应该不会做错事的。男人就是这样，老婆帮他生孩子那么辛苦，他竟然还去外面找别的女人。一定是那个男人风流成性才会出轨的。其实也不是，我这个朋友在我们朋友当中是公认的好男人。坦白说，我也没想到像他那么顾家的一个男人，会发生这种事。大嫂，我先进去做事。我们的货都送到778了。就只剩下最后一家。大喜哥，待会送完货以后，我可不可以先走？当然可以啊，要不要我送你一程？哦，不用了，我自己走就行了。我最近这个朋友还真的挺麻烦的。他什么事？他那天下班以后就顺路送他的女同事回家，结果让他老婆知道以后，就一口咬定他背着她偷情，就闹着要自杀。前几天我跟永叔请假，就是特地为了解决这件事。他没事吧？暂时是没事，不过以后会怎么样就真的是不知道了。他应该跟他老婆解释的。有啊，他有解释啊，可是他老婆根本就听不进去。自从他老婆怀孕以后啊，就整天疑神疑鬼，怀疑他在外面有女人。怀孕的女人是不能受刺激的，所以我朋友就一直迁就着她。我听说怀孕的女人很容易得忧郁症，心情起伏特别的大，对很多事情都会很敏感，所以很容易想太多。是吗？是啊，尤其是和女人有关系的话题啊，能避则避。回来啦，要不要吃啊？你已经2个月没有交房租了，打算什么时候交？不是不想交，因为最近手头有点紧。新昌哥，你有没有什么门路好介绍啊？或者需要我帮你再演几场戏，让我好做点外快嘛？你不要以为帮我演过一场戏，就可以威胁我。只要我一通电话，你嗑药、拿学生证、偷偷工作的事情，警察就会知道。你说到时候谁会比较倒霉呢？我跟你开个玩笑而已嘛，你干嘛这样认真？好了，我会尽快交房租给你啦，你放心。别再吃这些没营养的杯面了。吃一顿好的吧。哇，就是要青山哥你最有义气了。从现在开始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随时跟我说 ，OK？大嫂，你今天怎么会来了？小珍突然请假，我就过来看店啊。哦，对了，你还记不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我有个朋友他有代理一些婴儿用品。是啊，怎么了？他的婴儿车最近有在做促销，不懂你还有没有兴趣？有啊，有哪些款式啊？你等一下，他有发一些照片给我。
你看看，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他还可以给你员工折扣呢。我是觉得挺值得的。看一下。嗯。你怎么会有这些照片？快说啊！大少，你听我说，我也是无意中遇见的。其实我一直都想找机会跟大喜哥谈这件事，因为我担心他会步上我朋友的后尘。你是说，他跟那个女的？你先别紧张，这可能是一场误会。难怪大喜跟我说，那个女的长得像老妈，原来是要掩盖他们的关系。大少，现在下定论还太早。我认为大喜哥不是这样的人，或许还有其他的原因，也说不定。对，大喜不可能背叛我的啊！我还是去找他问个清楚。哎，大少，你现在贸贸然去质问他，不太好吧？如果这真的是一场误会的话，大喜哥会觉得你不信任他，这样一来就会影响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了。那我该怎么办？不如这样吧，我再帮你暗中调查一下，到时候我们再想怎么处理好吗？奇怪，怎么不接电话呢？谁不接电话啊？山聪啊，我这几天啊都联络不到他。哦，会不会是回去越南了？就算回越南，也应该听电话嘛。可能出了意外嘞。我知道了，总之啊，我得马上联络上他。为什么这么急啊？山聪给我们的地契有问题，在越南那里根本没有记录。有没有搞错？地契怎么会有问题？所以我才着急啊！现在得马上找到他，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状况。哎，不如这样子吧，我们去三冲的 office 看一下，好不好？啊。哎，这里。是这间啊。怎么会这样呢？青山，你最近有没有联络山冲啊？没有啊，他最近很忙，连球都没有来打。怎么了？这家伙跑路了。跑路？他怎么会跑路了？他给的地契是假的，在越南根本没有记录。怎么会这样啊？人是你介绍的，你还好意思问？现在人不见了，你叫我们去哪里找人啊？你怪青山也没有用啊，他也不想的。那你们有没有过去他公司找他？去过了，人去楼空，一个人影都没有。我打个电话给他。真的是没有人接。我已经打了几天了，要接的话他早就接了。我们全部啊都被他骗了。青山，除了这个联络号码，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联络到山冲的吗？啊，我有他越南家的地址，我回去拿给你们。好，大哥，那我现在去订机票，你联络下季老板，看他找得到山冲吗？好。季老板那里怎么说？我们都查过了，季老板根本就不认识山冲，而且他根本没有来过新加坡。怎么会这样？那阮山冲带来的男人到底是谁？难道是冒充的？名片跟地址都是假的。这么说，那个什么季老板跟上冲，他们是合谋来骗我们袭击的。看来真的是这样的。喂，双喜啊，怎么样啊？唉 ，OK，好，回来再说。好，拜拜。双喜怎么说啊？双喜说啊，山冲给的资料全都是假的，什么家里、公司的地址都不是真的，也没有什么政府官员了，连工厂都是拿别人来骗我们的。那怎么办呢？
我们已经挪用了喜基在银行大部分的储蓄金，连喜基都抵押出去了。爸，你怎么了？没事。爸，你怎么了？没事吧？头突然很痛，喘不过气，带你去看医生。我也去。来，爸，喝点水。其实都不用来医院了，让医生检查一下比较好。大哥说的对，医生说你的情绪太激动，引发急性高血压，才会觉得头晕的。医生说啊，要帮你做进一步检查，你就听话了。爸，现在最重要就是放松心情，好好休息，不要想那么多。喜喜搞成这个样子了，我能不想吗？爸，还有我跟双喜在啊，你放心吧。我还以为喜喜已经上了轨道，不用我操心了，没想到竟然发生这种事。永叔，永叔，你没事吧？没事。喂，你还敢来啊？要不是你介绍那个骗子给我们，也不会发生这种事啊。对不起，对不起大家，我真的不知道山冲是这种人。不知道，搞不好是你们串通好的。我为什么这么做？永叔对我这么好，我为什么陷害喜基？那就问你自己。好了好了，不要再难为青山了。这一切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是我没带眼识人，没把山冲这个人看清楚，才会介绍给双喜大哥。我对不起大家。好了，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不要再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你也不知道他这么坏，这不关你的事。我们一共跟银行借了180万，每个月需要还的贷款不是一个小数目，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店里的流动资金啊。除了偿还贷款，喜基每一个月的开销大概是多少？说到这一点我就头痛。本来供应商那里是可以赊账的，可是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听来的消息，知道我们周转不灵，怕我们不还钱，就说必须每个月结账，不然就停止供应原料。开什么玩笑？不给我们原料，那我们怎么出货？唉，再多几个星期就是中秋节了，我们还有很多订单还没完成的。我也知道，可是如果真的要每个月结账的话，我怕我们的资金周转不来。其实如果情况再继续糟糕下去的话，我看我们得关掉旗舰店。我反对，喜记的旗舰店做得很不错，盈利也不差，关掉它太可惜了。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是不错，可是现在的生意真的是越来越少啊。那新鲜感一过去，人潮也就没有了。做生意是这样的，总要花点时间让它上轨道啊。旗舰店的成本真的很高，那以前呢我们还可以勉强维持，不过现在真的是很吃力。你看我们的旗舰店才开不到1年，可是呢却帮喜记做了很多的宣传，长远来看还是有利可图的。你不要跟我说什么长远来看这种废话，你就是太好高骛远了，喜记才有今天这样的局面。那你现在是在怪我了？到越南开厂啊，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你也同意的。总之呢，现在我们应该先让喜记度过眼前的难关，再来打算以后。好了好了，大家都是为了喜记着想，一人少一句吧。我们都是一家人，碰到问题一起解决啊。这样子吵下去怎么解决问题呢？青山呢？不知道呀，他刚还在，可能有事离开了吧。他的电话在这里，应该只是离开一下子吧。双喜哥，你找我？哎，那个潮州会馆的豆沙饼准备好了没有？都准备好了，待会会送过去。好，我有事出去一下，有什么事打给我。好。爸，其实我一个人来就可以了嘛。刚出院，应该留在家里好好休息。我跟老李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亲自来拜托他，会比较有诚意。爸，那你说李先生会不会答应让我们赊账？最近喜记有这么多不好的传闻，
很多供应商对我们没有信心。不过老李跟我们合作都快20年了，他应该了解我的为人的。谢谢。希望他能够给你面子，让我们喜记有一点喘气的空间。走啊！刘清风，你过来。哥。清风，你不记得我了？你哥在我饼店工作的。哦，我记得，好久不见。我还以为我认错人了，真的是你。爸，他是青山的弟弟清风。哦，你好。你在这里工作？对啊，不想让我哥太辛苦，所以在这里打 part time， 帮他分担一下。这样就对了。你哥工作很辛苦，你要好好读书，不要让他失望。我知道了，我会好好读书，不会让他操心的。那2位请慢用，我先去忙了。青山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弟弟，希望他能学好。嘿，天龙，你去哪？里面需要收拾。爸，刚才你说青山的弟弟叫什么名字啊？清风。清风？那为什么刚才有人叫他天龙呢？谁的简讯啊？罗主编呢？男的，女的？男的，我上下洗手间。Luna， 发生什么事啊？为什么用另外一个手机传我简讯？你要我怎么帮你？为什么要搞这么神秘啊？还要约在酒店？老婆，我出去一下。你去哪里？卢主编找我，有事情跟我谈。那，你累的话早点回去啊，这里交给小珍就可以了。啊，拜拜。哎，大嫂，我有话想告诉你。你来的真好，我觉得今天大喜怪怪的。他接了一通简讯之后，就躲到厕所去，待了一会儿才出来。他刚刚出去说是约了什么卢主编，我都没有听他说过这个人。大嫂，我正好有事情要告诉你。我刚才听见大喜哥和一个女人通电话，他们好像说去酒店见面的。你知道是哪一间酒店吗？青山，可不可以查出大喜是不是真的在这里？这好像有点困难。大嫂，你先别那么激动，这可能是一场误会。来酒店也未必是做那种事情的。大嫂，
照片中那个女人。 会帮你报仇的，我不会让他们好过的。爸爸，把属于我们的，我帮你通通拿回来。爸，米粉。哎，青山，过来！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今天会这么惨。 都是他们连家害的。你长大以后，一定要帮你阿公报仇，不能让他们好过，知道吗？岁月荏苒，宁愿孤芳人自赏。我捡起了时光，任凭思念。 辗转，有回忆来温暖，哪怕泪滚烫，爱如月光遥遥
我愿只身前往，只盼